1000年以前，在这块上亿年的石壁下方，住着一位传奇的人物。他的法学思想，直到现在仍然是法学界的典范。他的著作成为后人研究与判案的经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福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省湘潭市，前来参观一个特别的石壁。这个石壁就在我的身后。这个石壁长有70米，高有30米。在这个石壁的周围，我们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一块石头，所以我们将这块石头称之为飞来石。在这个石壁的右手边有一块关于这个石壁的一个介绍，去看一下。古有石壁口，处山南，层刚以夷，云根新灿，土在垂，带脊龙盘，苍崖雄立，长10里余，其巨石长20余丈，高10余丈，壁立如削，凉水夹流而下，实为山水奇观。当地有传，天庭七仙女牵神羊晚上临风赏景，途经麦子后时，遇到一个村姑在河边洗浣纱，经交谈得知浣纱女乃当地的杰妇，仙女将羊赠送给了这位村姑，仙羊顿时变成了石壁，石壁村乃取名于此。这块石壁它是典型的丹霞地貌风貌，重达上千吨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科技，都无法将它从其他地方搬运到这个地方来，所以我们就叫它为飞来石。这边的村民从小就曾经在爬上过这个石头玩耍。那么关于这块飞来石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在800年以前，在这个石壁的下方，有一个南宋时候著名的法学家、文学家的一个名人的一个故居，他就是胡隐的故居。胡隐这个人，大家听上去一开始好像并没什么印象，但是当我说出这样一句诗，可能就和他有关联了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没错，这句诗就是出自于南宋时候著名的文学家文天祥之手。文天祥和胡隐是生死之交的好友。当年胡隐在这个地方过世的时候，文天祥千里迢迢跑过来为胡隐进行悼念，可看出胡隐在文天祥的心中的地位是非常之高的。那么胡隐这个人有什么相关的历史介绍呢？胡隐他是南宋绍定5年的进士，号石壁。他在这里出生，曾经做过湖南提点、刑狱等职位。他去世的时候，文天祥为其撰写祭文。胡隐故居又叫胡安府故居，也叫胡石壁旧居。胡石壁就是以后面这个石壁而命名的。胡隐字书宪，南宋绍定3年，也就是公元1230年，诏范桃李泉，邀胡入墓。那么他在南宋绍定5年的时候，也就是公元1232年中的进士，历任平江、苏州知府兼浙西提刑，后加枢密都承旨，做了广东经略安抚使。咸淳8年，公元1272年，任晋江知府，后转为广西经略安抚兼节度转运使，再到金湖总领财富，到湖南后兼提举长平，死于咸淳年间。
胡颖这个人呢，他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、学者兼法学家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行政及司法审判经验。他一生在很多地方做过法官，因为他是著名的法学家。他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、学者兼法学家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行政及司法审判经验，因此呢，形成了他自己的系统性政治思想与法学思想。这些闪光的思想，在他所经历并撰写的司法审判案例中都有体现。其中，他的这些思想理论被后人，比如说元朝、明朝的一些司法理论的书籍里，都有他的思想影子。它是分别从思维模式、行为模式、影响因素3个方面入手，对南宋司法审判进行了详尽的研究。所以说，胡颖思想体系呢，影响之深远，由此可见一斑。然后这栋房子现在是普通的石砖房，但是这个房子呢，也没有人居住了，都荒废在这里了。之前是胡颖的故居，后面拆毁了，它就坐落在这个石壁的下方。你看杂草丛生，大门都封住了，非常可惜。如果这个地方一直能保留当时胡颖故居的原貌，在这里，我想这里应该会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。关于胡颖这个人，大家可能不了解，但是听完我今天的这期视频，可能对胡颖会有一个深刻的了解。关于这个胡颖的故事以及这个石壁的神话传说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。探访完南宋著名法学家胡颖的故居和这块石壁之后，让我感受非常的深刻。这块飞来石，它的来历非常让人捉摸不透，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故事。同时，这座胡颖的故居未能保留下来，让人感到非常的遗憾。今天本期视频所探访的这座石壁和胡颖的故居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下期视频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个更加神秘的故居。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